Hello，大家好，我是高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考虑到内容顺序和时长，这期内容我们先从互联网角度对比的去看数字货币的发展，然后猜想派公链将来如何与各国相互包容的存在，最后聊一聊这两天的行情。下一期再从互联网运营的角度具体分析 Pi Network 的各项动作以及推测，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高恩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还有别忘了点亮小铃铛，支持下高恩。之前我们提到过，区块链是人类的又一次进步。那上一次的人类进步呢？高恩认为是互联网。从头到尾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其中又有一些细小的发展。从传统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人们越来越便捷。如果从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角度去看，是否能对比的发现币圈的发展中的一些类似的例子呢？观察出如今 Pi Network 的时代土壤，我们可以来探索一下。首先，我们先看币圈的发展，从比特币到以太坊。这是公认最具代表性的区块链基础的应用，而在比特币出现之前，区块链思想也一直存在，并且在被人类不断探索其应用价值。那互联网呢？互联网可以说早在1968年之前还处于探索尝试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可以类比比特币出现之前的区块链技术的探索过程。互联网始于1969年的美国，首先用于军事连接。这点上，比特币的格局要更大、更创新，让数字货币出现在了人类的视野中，解决人类资产自由的痛点。自1968年后，互联网开始探索各类在生活中更加实际的应用，并且升级互联网信息协议。再看数字货币的发展，共识机制从 POW 到 POS， 然后 DPoS， 然后实用拜占庭协议，然后再到联邦拜占庭协议，这些都是一个技术上的探索过程。从对比人类的实用性角度来说，在我的记忆中，实际上我更愿意将比特币和互联网的门户网站去类比，然后数字货币可以和互联网的某一领域去类比。实际上，比特币也可以就是当做某一领域的某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互联网巨头公司去类比。有了这样的类比，我们自然可以将 Pi Network 与门户网站出现之后的互联网应用去进行类比，也许可以去类比到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注意，所有的类比我们都是从纵观整个发展的视角去出发，而不是单纯的去类比项目属性，那就没有意义了。互联网从门户网站之后出现了诸多应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信息获取、交流互动、网络娱乐，尤其是电子商务这块的竞争何其惨烈。比如当年的团购领域的百团大战，资本的推动下，大家都听过一句站在风口上死猪都能飞上天这样的一句话，这是调侃也是事实。某一领域出现新的概念后，这个领域都要野蛮生长一段时间，各家都想在新的市场去分得一杯羹，占据市场份额，最终美团从这场大战中生存了下来。另外，在互联网行业，每当风口出现，资本推动去再添一把火，在这些公司被吹上天的过程中，也总会伴随着这样那样的管理问题，这是细节。正如数字货币发展至今出现的各种乱象，如今数字货币领域正在野蛮生长的阶段，是不是有种百团大战的即视感，甚至还要更强烈，以至于有这样的调侃：最好做的生意向年轻人兜售区块链。当然了，这不能说是以太坊智能合约代币发行的错，以太坊提供的只是平台。在币圈市场中，这种野蛮生长也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最终会在新的概念逻辑成功时回归理性。个人认为，对接实体经济、扩大实际应用面对的对象，正是这样一个机会。而 Pi Network 已经在这条赛道上领跑在前方。若是和互联网时代去对比的话， Pi Network 更像是从传统互联网跨越到移动互联网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来猜想一下 Pi Network 如何与各国相互包容。数字货币发展至今，野蛮生长的状态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对其产生了误解，诸如传销、骗局等等说法。当然，确实存在利用区块链技术作为噱头制造的骗局这样的原因，其实更是新时代与旧时代的认知差所造成的。
正如互联网时代新生事物出现时的野蛮生长阶段，以及各种猜疑和不看好的现象。当用户足够多的时候，证明此市场逻辑的可行性时，相关政策也会陆续完善。比如滴滴发生各类问题之后，公司与国家都会去相继公布政策进行解决。数字货币发展逐步已经开始回归到理性的现阶段，大部分国家对于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开始陆续表达态度，不完全否认，然后展示了开放包容的态度。相信接下来各国也会逐步落实相关的政策，不断探索理想的相处方式。而 Pi Network 主网之后将完全自行运行，将会带来更加贴近人类生活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确实实现了点对点交易，但是最终的使用者还是人，是人就会存在现阶段法币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不法分子设立的骗局，被骗之后是自认吃亏还是有什么对策。同时Pi Network 社区应就此问题多加思考，另外尽可能普及相关骗局类型及手段。之前的内容我们提到过，某些数据调查公司其实对于比特币现有的地址持有人信息是有汇总的，这种大数据如何进行结合，也是派需要去探索的。也许还有更好的对策去解决这种问题，不能因为去中心化、匿名钱包和资金自由交易的实现，面对骗局的问题就视而不见。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比特币的一个行情。这里还是以币安的数据为例，这儿可以看到，在4月26号凌晨4点开始，比特币的一个价位触底46900，然后开始了一个反弹，并且突破了近段时期的一个整体下跌的一个趋势，涨幅在18%左右吧，对，18%左右。个人认为，在短期内还是会在51000到57000之间进行一个震荡，然后再去选择突破，或者是继续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下跌的行情趋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是可以去做些事情的。看行情这块其实并不是主要的，其实主要去分享的呢还是一种思维。有些人呢可能不是特别会去画这些趋势线，这种趋势线有的也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一些作用的，能够起码让我很明显的看出一段时期内的一个趋势，对于理清思维、理清这个整体思路还是有帮助的。有时候大家也不一定去自己去画，也可以去一些分析的博客呀，或者是 Twitter 上面看一些这种更加专业的一些分析图，他们画的这种趋势线可能更加精准，主要是帮你去理清思路，这样的一种思维。还有一个思维就是说，不会画没有关系，有人会画，从另一个角度去利用起来，帮助自己去理清一个思路。这是今天想分享的一个关于看行情的一个思维吧。OK， 我们这期内容就到这儿吧。欢迎大家关注混沌界，菜单栏找到我高玩社群，参与我们的讨论，然后也可以去扫描屏幕上的2个二维码，一个电报群，一个微信群。正好关于社区多提一点内容，社区正在一点点扩大，大家对于各种观点肯定也有差别。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希望大家理智交流，去借鉴观点，辩论只是一个过程，最后选择性借鉴到有益的内容才是关键点。下期内容我们正好结合 Pi Network 官方推特的一条转发内容，接着从互联网运营角度去分析 Pi Network 具体动作，并且预测接下来的一些内容。我是高远，还没订阅我频道的赶快来一波3连，我们下期再见吧。